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惠慈议员、吴春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林玉芳委员、万美玲委员、陈伟杰议员。好，日本首相要换人了啊！岸田文雄不参加自民党的选举 ，NHK 的报道哈。为什么？因为日本经济太烂了啊。那这个日币前一阵也是贬值，贬得很凶啊。那岸田文雄，而且民调非常低，就20%。岸田文雄正式宣布不参选自民党总裁，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我下台。自民党需要改变，怎么改变呢？我下台啊。好，那么主要原因就是支持度不断的下降啊，支持度不断下降。那不过他宣布以后呢，汇价持平146.81对1美元啊。那另外呢，现在石破茂呼声很高，石破茂刚好在台北访问，所以他也在台北宣布要参选自民党总裁。那赖清德有跟他见面，说希望日本替我们参加 CPTPP。讲半天了，我那机会都不大了，因为他这个全部同意，有1、2个国家不同意都很麻烦。石破茂说呢，要防范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怕那个地方变成明日的东亚啊。那萧美琴说，台海和平共同期待啊。那另外呢，这个岸田要辞日本首相，自民党下个月会选举党魁啊。那中日台的关系彼此都有互动啊。那柯文哲今天3党，他不是只见赖清德，3党都见啊。那他也见了柯文哲，柯文哲讲半天什么少子化了、核能了，也说呢这个什么割肿瘤啦，什么要割干净了啊，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好吧，那个玉芳兄，这样日本好像现在又开始要进入首相频频更换的这样的一个过往的这个历史的重现了哈。这样讲就是说，石破茂其实不是一个像麻生太郎像这个安倍这样的一个有贵族这种家庭出来的这种日本自民党的政治人物啊，所以他曾经一度脱离自民党，他对自民党很失望，他参加了这个小泽一郎的这个新进党这样，后来又重新回到这个自民党这样，而且他也跟一般的日本政治人物不太一样，他是基督徒啊。他是蛮有趣的一个人，而且他像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一样，他是军事迷啊，还有铁道迷，而且铁道迷。我大概9年多前跟他见面，因为到日本陪王院长还有李鸿钧，我们去开会，开完会以后在一个聚餐了，然后我们就一桌在吃饭。后来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石破茂来了啊。他来了以后呢，他们就给他介绍说我是研究国防，他就非常有兴趣。我就故意开玩笑问他说台湾想造这个潜舰，日本的传统潜舰造得很好，要不要帮我们忙啊？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他直接跟我讲说，很认真的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刚辞掉了所谓的防卫厅的这个厅长长官他下来，他跟我很严肃的跟我讲了一下说，日本真的需要核子潜舰，我是吓一大跳。我就笑笑跟他讲，我说美国应该不会让你们拥有核子潜舰。你看讲完到现在9年多了，这个澳洲有了，你日本就不是白种人嘛，尤其不是 Anglo-Saxon 民族嘛，你就不会有嘛。所以日本再等10年也是不会有。不过石破茂那时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真的对日本的军事力量的提升非常的有兴趣，而且非常的重视。至于说未来的关系的问题就像美国日本台湾中国大陆这关系的冲击的问题，石破茂当防卫厅厅长的时候，曾经到过日本访问，那大概是2008年，后来大概是2013年吧，他又到日本去访问，到中国大陆再访问一次，他还说我们要改善关系日本现在对中国大陆好感度是减少的。那你们要努力，那我们要回到日本，我们要来努力。所以这个人看起来是，你很难去归类为他是鹰派啦，就是说他绝对不像安倍，也不像岸田，他是完全的是靠向美国，然后美国人说什么你就完全的照做，尤其像人家岸田，他完全把宝全部压在拜登的身上，对拜登对他简直是
几乎是予取予求，他完全配合。所以拜登一倒，他当然整个人都失神了嘛。所以大家最后不选，大家可以猜得到了哦。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石破茂基本上来讲啊，因为美国的因素对日本影响是很多年的，所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他要很主动的去配合美国，然后去对付中国大陆，这个好像一时间也看不出来。但是这个美国因素真的是很强大。你想，他现在在日本境内美军有多少人？53000人，全世界美军驻德、驻英、驻韩，我告诉你，驻最多的美军呢就是在日本啊。然后呢，这个基地呢，大大小小基地，最少的估计，你看你上网查叫50座美军基地，最多的讲到有130座的美军基地。所以那个影响真的是盘根错节，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日本非常没有安全感。他的头上跟俄国有北方四岛的争执，他的左边跟这个南韩有主岛就是独岛的这个主权的争执，跟中国大陆有东海油田这个天然气田的争执，还加上一个钓鱼台。然后日本呢，对台湾来讲，他很重视台湾，也重视南海，因为这个是他的生命线。日本的能源日本的原料，还有日本的商品的出口跟进口，大概都要经过台湾周遭海域，包括南海在内。所以这个地方的安全，这个地方的和平跟稳定，对日本很重要。但是日本知道，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维持台海跟这个南海的这个和平与稳定，所以他要高度依赖这个美国。可是另外一个经济因素也值得我们去注意有连续好几年，中国大陆都是日本的最大的出口国跟进口国，一直要到去年，就是4年来的去年，美国终于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大陆变成第2。但是呢，在进口来讲呢，最大的进口国还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占了日本进口的22.2%，美国才10.5%，台湾4.5%，所以把出口进口加在一起，最大的贸易伙伴依然是日本。所以这个经济因素就会让日本在配合美国要对付中国大陆的时候，有时候他必须要比较温和一点的原因在这里。岸田做这样的决定，我觉得一定是大大的受到拜登退选的影响，这肯定是有的他在这个时刻呢，做出了就是保留最后的尊严，还要赢取一点改革的名声。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智慧的决定，不要等到最后呢，因为他现在民调非常的差然后被逼着不能够再选，甚至于硬是要选，然后选输，那就非常非常难看了自民党呢，因为深陷那个政治资金的丑闻所以到现在呢还没有脱出这个泥淖。日本的民众呢，对于派阀自民党的派阀政治真的是厌烦城府的那样子贪腐的反感到了极点。可是呢，岸田他推动的这个改革，不管是派系的重组解散也好，或者是党内的这个改革，他都推不动，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实力的政治人物，然后民众呢也不买单。所以他今天讲说自民党必须改变从他不选开始，这是有一点周除三害的概念了可是呢，真的能够做到什么呢？其实非常的有限因为呢，事实上呢，他在这一次自民党深陷这个资金丑闻里面，他其实只做到了一点，就是借这次机会把这个安倍扫除在他的安倍派扫除在他的内阁里面嘛。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像这个麻生什么，他们还是实际上掌有这个派系运作，而且麻生到目前为止，我讲麻生太郎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是不愿意放权放手那至于这个石破茂呢，他虽然说来台湾的时候呢，有被讲成就是说因为他要选，他本来就是有意愿要参选总裁，这是他第5度参选总裁了那所以大家就讲说这要借着呢来展现他处理这种外交事务的能力。不过这个石破他本来在这方面就很有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并不是要借这个机会来去凸显，而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竟然岸田今天宣布了，所以反而成为这个事情呢就变成是一个焦点那石破呢，他在过去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都是民调最高的
但是都还是落选啊，因为他的人缘很不好，然后你受限于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的那个方法的那个规定啊，他第一轮的投票是国会议员1人1票，然后党有党员呢1票。那国会议员就占了绝大的部分的比例，所以说如果说没有几个派阀来支持你的话，你是不可能过得了这一关的。你就算过得了这一关，他就在第2关的时候呢，其他的派系一结合起来就把他给干掉了哈。所以他这一次呢，是不是会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呢，对于石破茂来讲，不是什么乌克兰有事啊、东亚有事，而是岸田有事了之后，我石破茂是不是能够轻骑过关？这才是他最关心的。这个委员村长，昨天那个石破茂也拜会了民众党，那刚好我陪柯文哲跟他接见，然后就这个蛮接近的，我就坐在他旁边，然后觉得这个是很有缘分哈。最近那个日本的很多的国会议员纷纷都到台湾来，然后也都在进行拜会，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台湾的台日的一个合作啦，安全非常的重视了，好，在重视这个议题了。那石破茂这个，我觉得究竟我觉得哇，他是一个非常有威严的一个就是一个重量级的一个政治领袖啊。你不觉得他就很像那种日本那种政治人物，就是很欧基上的那种感觉、啊？对，就像一狗地上啊，但是他非常的沉稳，然后对议题的讨论呢也相当深刻，还是一个很资深的、很资深的政治家啦。对日本呢，因为我看来这个日本这首相也不好干，就经常就民调就很低了，日本选民看起来，你刚讲那个派阀政治也很困难。日本新人要当选国会议员是很困难，很困难。他要不然就是议员一直干，要不然就给他的子女去干，要不然就他的助理去干。那外人想要能够打进这个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啊。然后呢，这个你要说派阀老大，你就要去找钱，找了钱就再分配给你下面这些议员去选举，选举要花很多钱呢，还是要花很多钱的，这是民主政治一个最很大的问题。我一直觉得，选举要花钱，钱哪里来？对不对？钱怎么来？要不然就贪污来，要不然就是人家捐嘛。那贪污来，你有责任啊，你有法律责任。人家捐，到时候还有欠这些捐钱的人的人情啊。所以这个民主政治搞到最后就是 money talks。那金钱这个当金钱讲话的时候，金钱之危害就大以哉，金钱的罪恶就层出不穷。休息一下再回来。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那么老共发表一个惩治台独22条，到底效果怎样？不知道。列了台湾10个这个台独的首恶分子，但是大陆国安部昨天说，他们破获了1000余起台谍窃密案，这很严重我们国安单位到底知不知道？那这些人们被冤枉，是真的台谍还是假的？如果真的台谍，那你就要检讨为什么台谍都给人家破获了。以前就发生这种事，我们有很多台商，我是很反对这种做法了。因为你这样的话，让所有的台商都会被人家怀疑嘛。台商去做生意，你叫人家去干这个间谍，以前就抓了几个是台商啊。这是很不好的。就像美国很多时候拿什么记者啦，拿什么牧师啊，你现在看到记者，看到美国牧师，看到美国记者来访问，我都在想说他后面是不是 CIA 啊？就很不好嘛，因为他最容易了，他最容易得到情报，但是呢，你就污名化了这个行业嘛，那后来他们好像也发觉这个不对那有没有改我不知道，说要改有没有改我不知道。那你现在1000多起，这是很严重，1000多起，每一个起码有1个人吧，他不可能没人吧？抓了1000多个人啊，而且既然破获，不可能不抓嘛，破获是你跑了，不可能啊，1000多个人被抓在哪里啊？关在什么地方啊？下场是什么？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啊？对不对？你看人家那个电影，最近不是俄罗斯还跟什么美国换球有没有？这到时都要谈判的你通通不知道，通通不管了。第一个，将来谁给你做间谍啊？
对不对？第二个，这些人可能有很多真的可能是冤枉的，冤枉的你只要跟人家想办法要去讨回公道嘛，不冤枉的想办法要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或是交换什么事情嘛，要谈呐、你现在好像跟你都无关哈，可以这样子吗？哦，所以大陆国安部连续破获1000余起台湾间谍窃密案，陆委会说，嘿嘿嘿嘿，你不是吹牛碰轰，就是滥权积压，你就是讲这个话，吹牛碰轰那就是没有这个事情嘛，滥权积压就是有这个事情嘛，那到底有还是没有？你陆委会知道还是不知道？你国安局还是知道不知道？情报局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其实跟美国一样了。调查局基本上是管台湾内部，虽然驻外使馆也有调查局的人了，情报局是管对大陆做工作了。那你们到底有没有消息？就讲一句风凉话，你不是吹牛就是乱抓。他如果真的吹牛也就算了，乱抓这很严重啊。那国安局也觉得说他是认知作战，那认知作战是有还是没有嘛？认知作战是没有哦，是乱讲一通哦。那你们在讲些什么呢？完全不知道。对大陆做情报工作，看起来看这个样子，他根本不知道老公在讲些什么。怎么破获了1000多个间谍？怎么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一下。队员呢，现在释放了一个仿生鸟。振翅飞翔，看似普通小鸟，其实是鸟型无人机。中国大陆军媒曝光，中共海军陆战队使用侦察鸟，可装载小型高画质摄影镜头，具有仿生隐蔽性，在战场上给敌方带来辨识难度。除此之外，中共军机持续扰台。日前，国防部公布的共机航机图，共机距离鹅銮鼻只有33里，也就是比距离鹅銮鼻41里的兰屿还要近，意味着共机在我领空飞行。现在国防部承认画错了，共机距离33里的位置应该是兰屿东南，而非鹅銮鼻。那么对于这样的作业疏漏，国防部会深切的检讨，并且在示意图里面增列兰屿跟绿岛等等基准点，那么希望使国人能够更明确的了解敌情威胁动态。另外，中共国安部今年初才宣称破获上百起台谍案，现在时隔半年，突然再称暴增到1000余起台湾间谍。对此，我国安局表示，这是对我进行恫吓的认知作战。陆委会则回应，这样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夸大业绩、吹牛碰风，就是再一次的公开宣示，中共运用模糊的法律滥权积压，一手喊促进交流，一手大肆滥捕台湾人，凸显中共对台政策很矛盾。艾美玲。我想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不管是基于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安全啦、情报搜集啊等等哦，我想在这个间谍或者情报人员这个上面的活动这个是一定是有的哦。那尤其两岸现在的关系这么紧张，然后其实民进党动不动也一直在说有这个第5纵队在台湾嘛，所以我在想，其实我们有部分的台谍在这个中国大陆其实也是有的。但是如果要按照刚才的数据说，破获了1000余起哦，这1000多起，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非常的夸张哦。那诚如刚刚赵大哥所讲的，如果这1000多起哦，其实如果会说如果不是对岸就是夸张，那要不然就是可能违法滥权去羁押，那就是很简单嘛，话都被你说完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对方骗人，那就是可能我们有这么1000多个人，很多的人被违法羁押在那里。那请问一下，我们的政府做了什么没有？那现在这个1000多起是对岸说出来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回应这1000多起哦？那我们来看哦，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当时他就有说，他说他那时候不知道大家不记得，他破获了100件这种台谍案哦。那现在其实就是10年。这应该说4年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就多增加了大概10倍，他就说变1000起嘛。好像看起来我们对这些数字都已经麻木不仁了。到底是有没有100起，还是有没有这1000多起？其实我没有看到我们陆委会也好，我们的这个国安单位也好，有任何的做法或是有任何的回应哦。所以这些数字当然现在是没有办法证实啦。而且这一次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还加码说，这个台湾民主党的这个杨志渊哦，是什么台独头目啦、涉犯分裂国家罪啦什么等等的。我不知道他这个时间点拿这个出来说干嘛？因为这个已经是去年4月25号的事情了。所以这一次讲说1000
1000多起，再把这个杨志渊也把它加码进来，好像要感觉就是说他们呢这个破获了非常的多我们的这个台谍的案子哦。但是我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舆论战跟这个大内宣的成分会比较高一些。可是呢，我们必须要看1000多起哦，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国安单位应该赶快去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些人真的被冤枉或者被违法羁押在那地方？那我们应不该有作为哦？那另外哦，我想在最近这1年当中，其实两岸的状况哦，其实就是越来越这个处于兵凶战危的状况，然后这个大家好像火花越来越喷越多了哦。所以我们不管是从这个金门的撞船事件啦，或者是从这个金门吊客事件啦，到这一次我们可能大家会讨论这个大境满88号船员被释放等等，看来哦，我们好像哦有点回到以前这个类金门的这个模式哦。什么叫类金模式？就是大概在2001年的时候，就是小三通之前，我们有个金门模式，那就是依据金门协议，那我们可能选择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海域，那不管是这个罪犯啦或者偷渡客，我们在那个地方放人交人哦。所以我从这个事情这样看起来哦，台谍事件也好，然后我最近一连串的争议也好，好像我们跟这个中国大陆哦，回到了2001，也就是在这个两岸三通之前哦，可以说是两岸关系哈不断的倒退了啊。而我们的这个陆委会、我们的海基会哦，完全没有作为，就在他们认为最适当的时间出来割到尾哦。我想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政府的态度。雷姐，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碰轰吹牛，还是说滥权羁押啦，就是说，刚刚赵哥有提到说，我觉得不管我们那么多的台商、台生都在中国大陆，那不管你现在我们的国家不管是国安单位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陆委会、海基会也好，都还是应该让我们的民众有一个数据，或是了解说到底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状况，是不是有这么多的诚如大陆官方所讲的，有1000多个台谍被他给这个羁押的。当然，我觉得刚刚他们特别提到说这是一个认知作战哦。那当然我也觉得，因为我们立法院刚通过，大家可以到大陆去旅游嘛，他就不讲清楚。那让你认知作战，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又通过这个台独22条，对于很多台湾的民众，不管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不管他支持台独、支持中华民国，或是中华民国台湾等等，他会觉得一个心生恐惧。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的官方也很贼故意讲说这是一种认知作战你们不要去很危险，然后呢把这个呢旅游警示呢升为这个比较警戒的一个状态当中，让我们呢对于这样两岸的一个交流呢处于一个停滞，甚至说大家互相猜忌、怀疑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呢，我还是回到就是说，整个中国我觉得两岸不管是我们的政府或是中国大陆，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进行所谓的一个对话。尤其这个对话本来就是执政党，就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一个事情。如何维持台海的和平，本来就是多数民众想要看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不管现在这个台谍也好，你也讲不清楚，你就告诉我们是一个认知作战可能是他滥权羁押。所以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台湾民众想要了解的一个内幕。好吧，昨天呢说那个大境满88号的船员4个船员送回来了嘛。我们本来以为船也送回来了，原来报道说船送回来，今天说船没送回来，船还扣在那里，船长扣在那里，因为把他们接回来是大境满96号，都叫大境满，大家以为88号回来，88号并没有回来，我们看一下。除引擎问题外，大境满96号船长透露，由于这次是在海峡中线交人，也花费不少时间寻找中方船只，4名船员要在深夜以后才能回到澎湖。经过前期的调查取证，丁某等4名船员违法情节轻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今天安排返回台湾。另外的1名涉案人员呢，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大境满88号的洪姓船长未被释放，还得面临进一步调查。但是在澎湖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双全等人的奔波下，船长女儿成功探视。他目前的状况都很，算是很稳定。有没有说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有比较进一步的好消息？我们有跟他们台办还有这个他们的所有的联系船长现在就是要厘清一些问题。假设我们也希望说，不要用刑法、用相关的法律去处罚，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处分这样子可能就比较简单化，让他可以早日可以再回来这样。两岸关系急动，官方没有正式沟通管道，大境满案主要以民间人士居中奔走。分别有陈双全、澎湖两岸交流协会前理事长林炳坤，参与协调的人士也透露，在大境满案中，对岸的处理方式是中央主导、地方配合，仍坚持官方不直接接触的原则。那位置，
我从这个台独22条生效之后，那看到这一次是中国大陆的国安部发布这样的讯息，但同时间，其实在香港的国安处，它有一个举报专线。我也补充这个数字给大家听哦，它从2020年到今年，它总共这举报热线举报这个台独有75万件，特别在今年，光今年就4个月份就增加了5万个通报台独的这样子的检举案件。检举香港人，检举台湾人。他就是有一个专线，不管你是任何人，你都可以透过这个国安处，所有人都可以，你都可以透过这个专线。线在香港。这个现在香港，那从这些数字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都非常的荒谬嘛，那也非常不可思议。所以我认同的是说，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内部对于这个台独22条生效之后的效力，大家开始要做业绩了，确实有业绩压力。就台独22条之后，大家都发笑了。国安部也有这个好多的这个间谍有被抓，哇，那个香港的这个举报热线也好多这个举报专线进来，大家要证明就是说这台独22条是有效的。这确实我认同刚才委员其实他们讲的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大内宣，第一个是要先对中国人自己喊话说，我们做这件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是实际上来看，这次这个大陆的这个国安部他首先讲到再一次在讲这个杨志渊，他说他破获这个台独的首脑杨志渊。我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杨志渊目前34岁，那他其实过去参与非常多的这个政治活动，但他立场变来变去。他过去呢在学生时代，他有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学会，后来参加民进党，后来又退出民进党。接下来呢，他又去成立一个这个三民主义的青年团，后面又跟统促党要谈合作，他还甚至到了上海去跟统促党一起去拜会南京市长、上海市长。其实这样子的背景，他后来到中国大陆去，他是在教围棋、做办围棋比赛这样的活动。今天国安部他把说，哇，这个杨志渊就是这个台独的首脑，这个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其实也是啼笑皆非那但是我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急着要证明这个台独22条生效，用这些方式，用这些很夸张的数字，我认为有几个效果。好，第一个其实对台湾来讲还是会有影响我想第一个还是会有恫吓的效果，就说哇，这么多人被抓，其实不知情的民众会觉得说，哇，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人被抓？但实际上，我觉得第二个可以更凸显是说，它这些数字的背后，一定包括了中国他自己在内部社会当中，他要社会为安，他可能透过滥权的方式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就说哇，你全部都是台独分子，也有可能有一些是中国人。那有一些可能是台湾人，也或许有一些是外国人，也不一定。那第三个，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影响，就是说他们希望造成是对台湾民心上面的这样子的威胁啦。那接下来透过这些举报啦，透过这些间谍，其实我觉得更台湾社会正要面临是说，会不会让中国大陆有机可乘？它变得是让台湾进行一些内斗啊。哇，这很多各种举报，台商在那边是不是都是因为你是跟台湾派站的比较近？你跟民进党政府或你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接下来其实都会造成隐忧。大静满这个我很快的补充一下这次的事情呢，其实充分的就显示我们官方呢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完全插不上手。你不要说协助了，连把人接回来呢，我想渔民就是船东还有陈双全什么，他们应该陆委会都知道你要这进行，可是通通都插不上手。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第一个，过去呢，在金门协议的情形之下，你说这个交这个偷渡犯，他是有插红会旗帜的。然后我们的渔船呢，如果说违法捕鱼的话，他有时候交了罚款什么，他就回来了这一次呢，那个大静满这个96号出去的时候，他还关掉这个识别系统，不让我们的海巡署知道他的行踪。然后就是陆方呢，把人这个交出来之后，我们船东呢签了呢，就把这个人这个带回来然后船长他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回来嘛因为呢他就是
对大陆来讲，你就是违反了我的法，他把你当作国民来处理，你就是我的渔民啊，你违反，所以我要相关的，我要走完了相关的程序之后，该罚的罚，该什么的时候，我才让你回来。所以我们陆委会呢，还好意思讲说什么？过去都有惯例啊，都是这样子来处理的了，我们很乐见什么，根本没有什么。就是你完全插不上手，我们怎么保护渔民的权益协商呢？零，什么事情都插不上手，一切呢就是大陆说了算。休息一下再回来。